根据俄罗斯报前几天放出的报道，俄罗斯为了压制星链卫星，继续对乌克兰军队提供战场帮助，已经专门研发出来了一款名为白纸的新型战场系统。俄专家称，只要是有白纸的地方，星链将无法存活。如此夸张的描述也让大兵对这两款系统十分好奇。星链系统是如何帮助乌军的？俄军的白纸又该如何反制呢？这对俄乌战场上的矛与盾、星链与白纸。众所周知，在现代战争中，通信系统至关重要。军事通信系统就是连接指挥部和成百上千个作战单位的神经系统。如果它被切断，战争将走向不可控的态势。在传统战争中呢，基本上都是以少量卫星和数量非常有限的预警机、侦察机以及地面雷达来进行战场侦察的。但这样呢，只能形成一个非常有限的通信指挥系统，整个作战协同性经常出现问题。比如前沿一个步兵班发现敌人坦克，但是呢，要把消息传输到旅级指挥部，再下发到相关的火力单位，要很多层级的审批报告，需要很长时间。例如在2014年发生的克里米亚事件，虽然在规模上看远没有现如今的俄乌战争规模大、烈度高，但是其本质仍旧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抗。当时的乌克兰政府为了夺回在乌东地区的话语权，直接动用了2个装备完善的机械旅和1个空中突袭旅，准备对乌东地区的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动地面战役。结果双方刚一接触，在俄军的电子战攻势下，乌军通信指挥系统就陷入了一片混乱，所有部队之间根本无法正常通信，最后吃了大亏。但是在这次俄乌战争中，有了星链系统的加入，乌军指挥部可以实时掌握前线排一级甚至班一级的战斗情况，对面俄军的动态进行有效战斗，实时调整火力打击方案。乌军的班排单位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接收到准确的俄军移动图片，进行更加有效的打击。现在乌军所有部队都在积极地使用星链系统，其用户上至高级将领指挥，下到基层单位的指挥官，这样呢，乌军便可以轻松实现将整个指挥系统覆盖到部队基层，指挥部指挥落实到班排级部队，前线士兵呢也能实时地向指挥部反映报告，甚至有时候乌军还会将星链终端同无人机结合起来用，收到了奇效，给俄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可以说，对于现在的乌克兰而言，星链卫星系统就是乌军的神经血管，而且该系统除了能够提供实时通讯以外，还具备一定的战场监视、指挥部署甚至定位俄军目标的能力。因为乌克兰凭借着星链卫星又开发出了新的火控系统，又建立了名为荨麻部队的指挥系统。令人震惊的是，在反炮兵作战当中呢，乌军使用荨麻系统可以精确定位俄罗斯火炮的具体坐标，并能在俄军发射火炮后的30秒内予以还击。除此之外呢，乌军还可以直接从电脑上了解俄军的战略部署，这就意味着乌军在这场战争中开启了上帝视角，在进攻时能找到俄军的漏洞全力一击，防守时能对俄军的意图提前判断，甚至就连败退都能做到退而不溃。这样的战场表现无疑是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军队的水平，再加上当前北约各国已经同意为乌军送上主战坦克，而数百辆坦克与星链配合会产生何种效应，只怕俄军也说不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俄罗斯自然对这个半路杀出来的星链系统极为敌视，并且开始想尽办法地削弱星链卫星体系的战术作用。俄罗斯的做法呢，也是循序渐进。先是派出黑客入侵星链，一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马斯克迅速补上了软件漏洞。再后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电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导致大部分乌克兰地区停电，总算是遏制了一部分星链的流量，但是依然无法彻底的压制星链的作用。这时候或许有朋友想说了，直接把他们打下来不就行了吗？这还真不行。首先在技术方面来看呢，星链卫星的定位其实只是用于近地轨道的互联网通讯卫星，如果俄罗斯想要对其进行打击的话，并不困难。无论是采用共轨式的反卫星，还是采用上升式的反卫星导弹，都可以轻松地将其破坏乃至摧毁。但是星链卫星系统之所以能够全球知名，其原因之一呢，就在于其组网规模极为庞大。截至目前，其太空中的卫星总量已经达到3800多颗。另外呢，这数千颗卫星采用的还是去中心化组网逻辑，
这就决定了，即使该系统中有几颗卫星被摧毁，也不能使其完全丧失作用。面对如此规模的卫星系统，俄罗斯想要将其全部破坏也是天方夜谭。因此，想要依靠打击卫星让乌克兰失去星链，可以说是极为困难。而且退一步来讲呢，俄罗斯军方的反卫星武器，即使真的能够大规模的摧毁星链卫星，可是俄罗斯政府也不能狠下心来，这样做呢，也是一项大问题。毕竟星链卫星呢，在俄乌战争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服务，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但是在其所属的性质上，它依旧是美国私人企业的商业产品，它为乌克兰提供的服务也是商业合作。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如果真的将星链打下来，在某种性质上就等于打击了美国的太空资产，届时的后果很有可能是给美国一个亲自下场的理由，而这样的结果无疑是现如今的俄罗斯不想看到的。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软杀伤办法，那就是使用电子干扰的方式阻止星链卫星发挥作用。如果是老款卫星，干扰起来很容易，但是星链是一种多点波束卫星，每颗卫星有48种波束配置，同时可以发射16个波束。波束的概念呢，就是用天线形成一束无线电波，像手电筒一样照到地面，被波束照到的卫星终端呢就可以通信了。按照星链的设计，对于地球上的一个具体位置，可以动用很多颗卫星，任选其中一颗，用一个波束照射它。如果这颗卫星的这个波束被干扰了，立刻可以切换到另外一颗卫星的另外一个波束，这就给干扰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想要有效的干扰，必须能够及时的探测到具体波束的情况，从哪里来就向哪里干扰，切换速度可能要以毫秒计算。这样的干扰设备可不是现在的俄罗斯能造出来的，所以美国太空军的发展局局长德里克·图尔内尔还特意嘲笑道，俄罗斯人击落了多少颗星链卫星？0颗。也正是因为没有有效的针对方法，让俄罗斯政府陷入了不能打也不敢打的尴尬处境。后来经过多次试错之后呢，俄罗斯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去攻击那些持有星链终端的目标。俄罗斯技术学博士阿列克谢·查里科夫带领着俄罗斯工程团队改进了俄罗斯白纸机动卫星定位系统，它可以在180度的扇面对10公里区域的星链终端卫星进行精确定位，一次最多可以定位60多个星链卫星终端系统。哪怕敌人藏在地下工事中，白纸也能发现对方。而俄军呢，也可以借此来发现乌军星链信号的接收位置，再让炮兵进行火力覆盖。那这款系统究竟是如何发现星链终端的？仅从技术水平来看，星链卫星与地面终端之间的连接通信，相比于一般的民用通信技术，安全性和隐蔽性已经是非常完善了。其采用的 Ka 和 Ku 波段信号本身就是对天线的口径尺寸要求不高，非常便于安装，也不易被发现。最重要的是，星链地面终端采用的还是高指向性的天线，使得其终端设备发射的信号也很少向其他方向散发，几乎是垂直指向天空的。如此一来，除非军用的侦察机正好在终端上方，能够直接截获其通讯信号，否则很难对其进行干扰。不过，高指向性天线虽然抗干扰能力强，但却依旧存在一定的能量泄露，甚至其采用的天线指向性越高，其能量泄露的地面可观测范围也就越大。因此呢，只要能够探测到星链终端天线所泄露的能量信号，就有机会对其进行定位，然后对其进行打击。当然，这个过程虽然说起来简单，可想要真正的付诸实践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想要做到这一切，一方面需要对星链终端的能量信号极为了解，同时还要有能力在战场上对该信号进行地毯式的搜捕。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下，俄罗斯军方经过了几个月的探索，终于研发出了一种新的探测设备，可以专门用来探测星链终端的能量信号，那就是现如今的白纸定位系统。该系统呢，能够在180度的扇形区域内进行能力探测，可以直接确定半径10公里以内最多64个星链终端的位置，然后该系统再将探测出来的位置反馈给后方打击部队，让他们对其进行火力打击摧毁。此外呢，考虑到灵活机动性问题，这次研发的白纸系统可以直接安装到汽车底盘上，对于其定位系统的使用可谓是异常灵活。如果能够搭载紧凑型电源，车辆本身的电力系统就能确保白纸系统的续航，可以长时间运作。
这样的设计使得该系统的应用极为方便灵活，不仅能够在侦察时进行针对性的探测，也能在大部队推进时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如果将其投入战场，能够很大程度上帮助俄罗斯前线部队反制星链卫星系统的战场优势。在接到来自星链终端设备所发出的位置通讯后，白纸就会通过俄罗斯的通讯渠道传输给俄炮兵群，再对其进行打击。而打击对象呢，不是无人机操作员，就是指挥部，甚至是炮兵阵地。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强大呢？那么这款系统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根据俄罗斯军方最近放出的消息，白纸系统此前已经在乌克兰战场进行了实战测试。在测试期间呢，该系统通过星链终端信号，不仅帮助俄军发现了乌克兰的防御阵地，还精准定位了多处乌克兰士兵和雇佣兵前线基地，然后利用远程火力对其进行精准打击。这段时间呢，俄军在前线开始逐渐占据优势，逐渐包围巴赫穆特市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优势呢，是俄军用惨痛的代价换来的。根据相关消息显示，俄军2个装甲连在战斗时掉入了乌军的火力陷阱，遭到乌军猛烈的远程火力打击，最终被全歼。而这2个连里共有30多辆坦克，不仅有 T72， 还有 BMP 系列步兵战车等装备。而之所以被俄军全歼，就是因为乌军提前依靠星链获得了其位置信息，在还没有靠近乌军阵地时呢，就遭到了乌军炮火的精确打击。显然，这所谓的白纸系统也并没有俄专家说的那么强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俄罗斯的这款白纸系统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